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9号。昨天比特币价格是又跌回到3万美金，相信市场又开始在找原因。那我的观点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分析早在几天之前已经是跟朋友们判断，有可能价格来到 31K， 我个人计算的一个目标位 32K 也是非常的接近。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跟大家提，你要再找买点去观察一下那个高斯通道线过上轨还有没有可能压回上轨 28.8K 的位置。那今天视频也来聊一下原因很简单啊，人民币最近是在大幅的贬值，要指望比特币怎么上去。那等下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历史上人民币在升值的结构下，20年大幅升值的结构下，比特币才有可能会大涨。16年人民币在大幅升值的结构下，它这个比特币才会有分流的行情。所以我个人也是在等这个契机， 15K 多单或者是 20K 下方开始现货重仓抄底的比特币，也是在等待一个契机，什么时候人民币会有一个拐弯大幅升值的结构，类似这种的一些买点，到时候看要不要开100倍甚至200倍继续做多这个比特币，带家人们一起继续实现一波财富自由。付款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在周线里面的这一个价格的走势，对应下方这一条红色的线，它是美元对人民币的一个走势， USD 对 CNY 反映的一个价格，就是价格如果在涨的结构下，说明美元是在升值，人民币就是在贬值。我们不光要看这个美元指数，它是对一篮子外汇的一个走势，更加关注的就类似一些大佬讲的，大陆那边的资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比如说2020年这个位置的一个走势，人民币是在大幅升值的结构下，因为它这个价格下跌，说明美元就是在下跌，反映的一个价格就是它这个 CNY 是在大幅升值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美元对人民币的价格，现在昨天是来到 7.25， 7.25 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大陆那边的资金7块钱的人民币才能换到1个美元，它要用7块多才能换到1个 USDT。所以我记得是很清楚，当年是在20年还是19年，我记得有一个位置，现在是忘记了，当时有一个事件是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 OK 上面人民币对 USDT 的一个价格，当时是破天荒的来到5块钱的人民币就可以换1个 USDT。 当时好像是有一个事件，是哪一个公安局在立案调查那个 OKX 的高管，所以现在反映到价格上面，就是最近人民币是在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之前的这个低点是在 6.7 附近，就是6块多的人民币就可以换到 USDT， 现在是要用7块多的一个人民币才能换到 USDT， 所以就导致大陆的一些资金它有可能不想去换这个 USD。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一些分流的位置，比如说20年的这个位置，当时这边也是区间震荡，时间够吗？也不一定够啊，它再上去也是会再压回，所以这个区间也有一点类似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区间。它在美元指数对人民币，就是这整个红色的线在往下跌的情况下，说明人民币是在升值的结构下。我们不一定要反映在这种拐弯的位置就判断，因为拐弯的位置你哪里知道它真的就是100%这个位置就是拐弯，有可能进行到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反弹再转折，有一个反弹再转折的一些位置，就是确定这一个美元对人民币的价格就是已经开始在走空，人民币就是在大幅的升值的结构下。那我们利用这一些反应比较迟的一些位置，可以看一下，就算在这个位置去买，它这一个你也不一定要反映在最高的一个转折的位置，所以有时候一些点位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整理的时间，利用这种压回的低点去做买入，或者甚至100倍杠杆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这个是19年的底部，你可以看一下它前面反映了一波美元对人民币，人民币就是在升值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或者是这些底部的位置，
就这个低点的位置，你在这种位置买，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指数，它是有提前反应啊，所以你不一定要做先知先觉我真的就要猜在这一个美元对人民币转折的一个高位，转折的高位它这个位置它会崩盘啊，所以我们等这种它可能转折了一大波，看到有这种大跌点，或者是有在右侧压回的一些位置，在这种位置去做买入的动作，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6年的整个比特币分流的走势，反映在人民币的一个走势，人民币就是在大幅升值的结构下，这个位置是从多少接近7块钱一路升值，升到多少，这个低点的位置是在 6.1 附近啊，所以就是用更少的人民币会换到更多的 USDT， 它会助力用这个 USDT 去推升整个比特币，反映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样子。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整波比特币牛市疯狂牛市的结构，它里面也是会有存在这种结构，就是人民币它是在一个升值的一个结构，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去猜这个位置什么时候转折，它如果有转折有下来，有可能比特币会不会这样子上去，肯定会有一些整理的位置，那我们要从日线里面去观察现在整理的结构，现在还是在整理的结构，已经聊了几天它这个箱体应该就是在箱体震荡。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短线的技术形态有一点已经讲了几天，它这个 5MA 现在是反复的一个跌破一个突破，一个跌破到底会不会又突破，基本上是在走平的结构，就是5天的成本甚至6天7天的成本全部在这个区间，所以没有什么参考性。要参考的一个均线是在这个20的均线，还有这个 KD 指标，不是有跟大家讲你要去观察一下，它有可能会破80，来到50附近的时候，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买点也就是昨天在跟大家讲的那个 28.8K， 你去观察一下高斯通道线在周线里面上轨的位置也是在 28.8K， 那不然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它现在是在箱体整理的结构，还是在这一根 K 线的收盘价上方，目前整理的结构维持昨天的不变，是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结构，只是不好的一点，昨天这一根 K 线感觉是有来了一个空方的吞噬，但是现在整个 20MA 还是向上的结构下，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前面的一些位置它整理的结构是怎么整理的，比如说这个位置也是在整理到这个位置 20MA 接近的时候，后面它会有一个突破，也是会重新跌回来，那我们要思考一下现在的一个走势，如果是下一波继续整理，它来到 20MA 的位置，我们要去防一点，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一个观点，一波中线调整的趋势现在还是在短线的调整，如果是有一个中线类似这种下降的调整，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尽量观察它破了这个 20MA， 我可能才可以确认它是不是一个相对偏中线的调整。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丝绸线的形态因为判断是目前还看不出会不会是一个中线的调整，但是日线里面它整理的结构短线的一个矩形是偏强势的，还是在这个区间。不过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如果是反映在整个中线的调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要留意一点，它这个丝绸线4个小时60的 EMA 在4个小时里面我们要去观察，它测这一个60的 EMA 现在是还没有测，感觉是要测，我们要去留意一下，不要测超过3次以上，3次左右你必须要给我方向往上去变你如果3次的话还是在这边反复的3次测试，甚至4次5次以上，那我的观点我们要留意一下前面的一些比如说上升趋势转折的位置，就类似上次这个位置 20K 一波上升趋势起来之后，它会测这个60的 EM 1次2次甚至跌破3次4次5次6次都不知道多少次，然后价格上去这个位置是陷阱，要防一点它有可能会再下去，后面在这个位置是最终走了一个中线调整的一个趋势。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